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高市早苗，就是日本首相他的一番言论呢，引发了外交的轩然大波。现在不管从外交上、经济上，还有军事上，都看到中方也采取了相对的动作。那么11月18号呢，在大陆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面，也看到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啊，他就指责日本当局，他说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强军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强调中方有3个绝不允许啊，哪3个呢？第一个，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另外，第3就是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到破坏。3个绝不允许啊，其中有一个特别是讲到了军国主义的复辟啊，因为也有分析看法认为说，日本会不会透过这一次一个很难得的机遇啊？明老师，您觉得就是说，日本方面希望提升它的军事力量，进而达到它最终的目标是正常国家化这个目标哈？那您怎么看这个中方的回应？我们研究这个东西啊，我们常讲说，跟中共交往呢，你得特别注意它的语言。我们看多了，不管看人民日报或什么，看环球网看多了之后呢，有讲话口气都会不一样。我最早在台大上课的时候，学生说：“哎，老师，你是不是大陆来的？”我说：“不是啊，我台湾土生土长啊，回国出国念书然后回来。”他说：“怎么讲话像大陆人？”我就觉得说，人民日报看多了，不是人民日报看多了。我在说什么？中共一般呢，尤其在指责人家的时候，言语非常凌厉，非常恶毒。这是谁的传承呢？列宁的传承。列宁很早讲说，你要打击敌人，要用最恶毒的话语，把他骂脏骂臭，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讨厌他。中共学了这东西呢，然后用这种方式呢去压迫跟恐吓对手，所以经常倒打一耙呢，颠倒黑白。我常讲说，中共骂台湾的话，你拿来看就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他骂日本的话，就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我就3段话呢，我就再说一遍：第一，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大家都很讨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现在中共在大建军，远远超过他所需要，他是不是军国主义复活？英国外相前任的外相科维利呢？在这个唐宁街就公开演讲过，他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建军的规模呢，超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这建军规模。请问你有什么意图？你的意图如果不公开、不透明的话呢，容易引起误判。”他的话讲完之后，中方当然没回答，但是呢，英国外相批评呢，被欧美各国听到，所以 G7 后来重复这句话，EU 就是欧盟重复这句话，连北约都重复这句话。中共自己讲，我相信这个主持人跟各位都听过。我们建造海军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强大，像下水饺一样。你在没有战争威胁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对，军队这个国家化，军队正常化或现代化，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超出所需的话，就被大家怀疑。那你的空军、你的这个火箭军部队、核武部队，然后你的这个电磁作战、跟这个网络作战、认知战等等，都大幅扩张，而且是遍布全球化，当然有这怀疑。所以日本今天就算整军精武化，基本上是回应中共的这个建军。这话我们在差不多10年前或11年前就已经讲过。当时呢，中共在大肆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定引爆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啊，这第一点。第二，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请问南海建岛，原来2015年明确答应说我不会建岛，也不会武装化的，现在这个至少4个大岛加上几个小岛呢，建军了，然后武装化了，然后准备内水化，各国自由航行把它拦下来。那么，请问谁在挑战国际秩序？然后中共进到联合国，进到各种 IGO 之后呢，扭曲规则，破坏 WTO 的规则，扭曲国际市场的规则，然后倾销等等，搞战狼外交。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然后又援助这俄罗斯去打乌克兰，那么是谁在挑战国际秩序？的第2点。第3，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那么跟菲律宾发生冲突，在东海、黄海、这个台海进行战备警巡，在各个地方进行飞行，这个危险的飞航、危险的航行、撞船等等，是谁挑起来的？然后战舰在没有宣布情况下跑到澳洲的外海去进行实弹射击，所以在2021年，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前1年4月29号，我上另外节目我就公开讲过，我说俄国今天在那边演习了1个月之后退兵了，我还随时可回来。俄国回来真正打乌克兰的时候，就中共认真要想打台湾的时候，因为俄国打乌克兰只要打到西方呢不太还手或不敢还手的时候，中共认为我可以打台湾了。所以当时我在2021年4月29号，明白用1个词去形容这现象，
我说这叫做犄角之势。犄角之势就是俄国跟这个中共两国呢，双方东西相互呼应，共同挑战国际秩序。所以当时我就说，如果不回应，不好好回应的话，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的经验就是，第一个国家破坏国际秩序不受到惩罚，就可能会引爆第2个国家去效法，第3个国家效法。到第2、第3个国家都破坏国际秩序的时候，世界大战就爆发。所以当时我们讲的是这样，欧洲今天呢已经也讲同样的话。所以这3句话呢，简单说，中共习惯就是自打耳光，贼喊捉贼。不好意思，我话比较重，但是我必须这样看。好，明老师顺着您这个话哈，因为当时这个我们看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是说当日本宣布存立危机事态之后哈，其实我们看到是一连串的有一些侵略的一些这个战争行为发生，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来，其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有任何往外去侵略的一个战争行为，不是吗？你会这样说吗？1950年的韩战，他被打成什么？联合国说他是侵略者，他帮助北韩侵略者去打人家，那不叫侵略行为吗？这第一个。第二，中印边界冲突，这当然可争议，这不能说。然后79年的这个跟越南的那个海战，那个可以争议。然后跟印度的那个摩擦可以争议，但说他没有侵略，那这样说吧，希特勒没有侵略前，大家不认为他是侵略者。但一旦他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讲的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意图，而且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不会停下来的。OK， 这我们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影响已经造成了哈，就是说，G20马上也要开了啊。黄老师认为会影响到说 G20，就是特别是大家会关注的是中日两国的元首会不会会面这件事情，您觉得会有影响吗？那高市才刚刚跟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见过面，那双方可以讲的话也讲了，不能讲的话都没讲。所以就算 G20没有你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跟李强不会超过习总书记讲任何东西，而且在现在政治氛围情况之下，我觉得中日双方都是先顾内再顾外 ，OK， 所以双方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我继续请教您，因为刚刚明老师讲说，中方这边我们看到其实接连的放狠话哈，那外交部也连番警告说，这高市早苗如果不撤回发言的话，会有更多进一步的报复。当然，首先看到就是从观光开始哈，然后呢，像是寄出了避免到日本旅行的这些警示通知，军事上呢，在黄海实施了实弹演习啊，然后19号最新的就是禁止日本的水产品啊，从19号开始呢就禁止进口哈，所以现在不管是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施压，那现在就看日本方面撑不撑得了哈，怎么观察这个后续？你看中美之间在较量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是对这个农业州，美国的农业州哈，大豆、玉米，对，另外就是稀土，这种让大家感觉北京出手的时候是精准制裁，可是这次对日本呢，我觉得有点大意。我觉得标准拉太高，比如说叫对方一定要收回，这个杆子拉得太高。另外一个，其他手上的工具啊，其实日本在以前也不是没有吃过亏，甚至稀土都吃过亏，所以日本在分散市场上面已经有好几年的这种调试了。那所以短期来讲它是高压，但是能持久多少？这个北京方面自己要去考量。如果弄到最后变成色厉内荏，我知道你工具箱东西很多，问题是你用了没有效的，那个就不叫对，你的工具就无效。对，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有高压，除非高市内阁或者是自民党内部不同的派阀借机生事去给高市难堪。只要日本内政或者是自民党内部派阀没有问题，我觉得大陆这一次调子拉得太高，效果可能有限。一下拉太快太高，对，太急应该是慢慢升高。对，因为通常我们不好意思我打岔，哪里？因为通常我们谈这事情呢，会有个刻度的问题。比如对这件事情，我最高是1，最低是10。我一开始先出呢，一出到3的话就过高了。所以刚刚那个黄老师讲意就是说，我一出先出到6。然后需要的时候你不乖了，我再升到5，再升到4，再升到3，再一步这样上来，我有很大的上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这是我们平常讲做回应或者说危机处理的方式。所以刚刚黄老师讲的非常精准。你一下调太高之后，你变成骑虎难下。对，其实现在刚刚讲还有一个工具可以用，就是日本在华的大企业，
那是可对付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要看日本怎么应对。而且刚刚黄老师有提到一个，就是双方包括中日内部都必须要先安内，这是当务之急哈。所以要先安抚在内部的压力，可能内部的压力恐怕会比来自外部的压力还要大。这部分的话，接种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有点应该会准备做好长期化的处理的准备。那么一开始为什么中国大陆反应这么强烈？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毕竟习近平才刚刚跟他碰面，习近平才刚刚 APEC 才刚见过，对，刚刚碰面之后没有多久，你突然大概7、8天吧，你就突然间做了这样一个陈述。而且这2天你也看到说，高市也特别再次强调说，跟习近平在 APEC 见面的那个大的共识是没有改变的。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当11月7号的时候，其实离跟习近平见面才刚过去1个礼拜，所以让北京会觉得觉得一开始调子不能放得太低。那当然一开始都是说要求他收回撤回，但是我相信北京也清楚，在外交场域上，你说要一个首相直接说我道歉撤回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北京有可能是先把调子拉高，我做好长期斗争的一个准备，但是最后的他未必会真正坚持高市必须要收回或撤回。其实可以有个替代的方案，像比如说在2012年9月到2014年那个钓鱼台国有化争议的时候，北京一开始也是要求日本必须撤销国有化，可是到2014年11月安倍习近平碰面的4点原则共识里面，基本上没有提这一点，只是要日本在文字上承认这个附近有争议。对，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北京可能会要求东京方面必须要有新的陈述。那这些陈述呢，必须要符合北京的想法跟利益，那未必会坚持要说收回跟撤回，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这样讲。而且我觉得北京虽然一开始调子是拉得蛮高，但是他在施压的手段方面，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个控制。比如说刚刚大家提到的军事，大家提到黄海，提到钓鱼台，必须注意，目前黄海时代设计或钓鱼台，其实北京第一个他没有直接把它连在一起。第二个，这个东西北京其实可以解释说，这个跟这个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黄海时代军演，第一次可能原本是例行的，第二次有点是故意的，因为是日本的那个局长要去跟中国外交部碰面前一天，他突然宣布延长。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演习的地点其实离日本很远，离南韩还比较近，范围也比较小。那至于说日本这个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从2012年之后就是这样，它每个月会有3、4次常态化的进入。所以目前中国大陆在采取的比较武力方面，基本上都是可收回的，基本上还保有弹性，还保有弹性。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注意说，我一开始不要牌赶快出，因为我要做长期化斗争的打算，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哈。而且最近您提到这个钓鱼台海域啊，就是中方的海警船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日方的海警船立刻就上，就表示说双方都不希望把这个态势拉到钓鱼台周边这个模式，从2014年之后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对，好。但是因为刚刚您提到的替代方案啊，就是说现在总要想办法找个台阶下，但这个台阶到底是什么呢？对中日双方来说，究竟解方如何？等一下回来继续聊。